此中分六：一、修习止观的胜利；二、显示此二摄一切定；三、止观的自性；四、须双修之因相；五、次第决定之理；六、个别学法。解释这一段的时候呢，此中的此字呢，就是指别学后二波罗蜜多，其中这里边分为6科。第一就是修习止观的胜利。当我们要学习这么殊胜的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了解我们学这个法能得到什么好处，乃至是得到什么殊胜的胜利。所以呢，先介绍修习止观的胜利。第二个呢，是说明止观能够包含所有的三摩地。大家在读经的时候都会读到各种什么火光三昧怎样，很多的三摩地。那些三摩地呢，可以说在经典里读到的时候呢，我会觉得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说这都是什么？完全是超越我们的，就是说超越我们的限量境界。但是呢，这个止观，这里边的止观哦，能够包含所有的三摩地哦。第三个是止观的自性，就是止观的体性。第四个呢是写必须呢修持止观2个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一定要一起要双修，不能只修一个的原因是什么。第5个呢是次第决定，就是为什么是止，然后是观，这样决定的道理到底是为什么。第6个就是分了个别学法，就是个别学习止观的方法，就是学止和学观的方法。科判呢就介绍完了，你们累不累？然后如果累的话，就深呼吸一下，或者深呼吸3次，然后注意一下自己的心，不要着急，不要急，一点一点的学。如果开始今天我翻书翻的多了点，就是你们还行吧，就是不要觉得特别吃力，以后我们就会越翻越快，就很快就找到。深呼吸，接着呢我们要往下，然后还要看正文。正文的话呢，我还是要看这个。大小二乘，世出世间一切功德，皆止观之果。那么解释一下，就是世间与出世间的一切的大乘和小乘的功德，都是止观的果。接着呢，宗大师引证了这么讲的依据是什么呢？我还是要看这里，说如解深密经云：此事若诸声闻，若诸菩萨，若诸如来，所有世间及出世间一切善法，应知皆是此奢摩他毗波舍那所得之果。那么解释这一段话，就是在解深密经当中，佛陀就告诉此世菩萨，然后说此世啊，这个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的声闻菩萨，还有如来的善法，大家可以想象说，声闻的善法就无量无边，再加上菩萨如来的善法，那简直是虚空也不能容受的，不知道是多少的善法，都应当了知是奢摩他毗波舍那的果。注意哦，佛陀跟此世说，此世你应该知道，这些都是一切都是奢摩他毗波舍那的果。宗大师引完了这个依据之后，我们看了宗大师前面讲的，然后呢还有解深密经中所讲的所有的依据。那我们会不会也有疑问，就是所有的都是止观的果吗？所有的？那么止观是
什么样的次第才能修起的呢？我们会这样思考嘛？看看宗大师一边在给我们，比如说举出他的根本宗，举出他的就是依据，接着又引导我们去思考，对着这样的经典思考，然后提问题。那我们看看宗大师接下来提了什么问题呢？说若为止观，岂非以得修所成者相续功德？今说彼一切功德皆止观之果，云何应理？这个问题是呢，奢摩他与比波舍那难道不是已经获得了修所成者心续中的功德吗？也就是呢，必须获得修所成的时候，才能获得奢摩他与比波舍那。如果一切功德都是止观的果的话，那还没有到修所成的人的心中，非常非常努力修行，可是因为他没有到修所成，那这样的人的心中是不是没有任何的功德了呢？比如他们心中的闻所成还有思所成的功德，那到底算不算功德？难道不是功德吗？比如说我们对善知识修信，然后我们修习对三宝的功德，还有意念无常等等，就是当我们听到了这样的法，我们去从闻到闻所成，然后甚至呢自己又听完了之后再思维一遍，在内心中得到决定的见解的时候，这都不是功德吗？很显然这是功德，但是如果是功德的话，这个人根本也没有获得奢摩他与比波舍那，因为他没有到修所成嘛，所以他心中的功德怎么会是奢摩他与比波舍那的果呢？那么为什么解深密经会说一切功德都是奢摩他与比波舍那的果呢？就是佛陀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大家有答案吗？然后接下来我还是要看这里，那么看一看宗大师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解释我们心中的这个疑问呢？说答，如下所说真实止观，实是以得修所成者相续之德，则大小乘一切功德，非尽彼二之果。那么这一段解释一下，就是真正的奢摩他与比波舍那的确就像后面讲的，是已经获得修所成的人心续中的功德，必须要获得修所成，然后才能够获得奢摩他和比波舍那。所以从这样的角度，因此呢，大小乘的一切功德并非呢都是真正的奢摩他与比波舍那的果。这个比二呢，就是指奢摩他和比波舍那。接下来再看呢，然呢，以善缘心一净性以上诸三摩地，悉皆设为奢摩他品，即凡简则如所有性、尽所有性、诸义妙善慧，悉皆设为比波舍那品。那么解释一下，就是说善缘心一净性，这个心一净性呢，就是指心专注在一个所缘上，一个善所缘上，将心专注于善所缘以上的这个三摩地，都归入奢摩他品，也就是奢摩他的这个品类当中，并且呢讲分辨什么呢？如所有性和尽所有性这个意涵的善的智慧都归入到比波舍那品。然后如所有性、尽所有性呢，如所有性呢就是空性，尽所有性呢就是空性以外的法，然后不是空性的
世俗诸法。接下来再看，我还是要看这里。故命义说三乘所有一切功德皆止观之果，无相违过，就是看起来是没有相违。解释一下呢，就是专注在善所缘上的三摩地都摄入奢摩他品，然后分别如所有性和尽所有性的意涵的善的智慧就都摄入比波舍那品。而三乘的一切功德呢，都是专注的缘着三摩地，以及分辨呢如所有性和尽所有性的这个善的智慧的果。更简要的说呢，三乘一切功德都是透过修行止观而成就的。如果没有修行止观的话呢，也就是没有专注于善所缘上，然后也就是没有分辨抉择诸法的智慧。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绝对无法成就三乘的任何功德。所以佛陀在经典里边说呢，三乘的一切的功德都是止观的果，就是这个意思，说一切哟。不是说三乘一切功德都是真正的止观的果，而是说如果没有修持止观，是无法获得三乘任何的功德。所以呢，最后是没有相违的，无相违过，没有相违的过失。不知道这样讲了之后，大家心里边打结的地方有没有松开呢？还是要课下的时候可以跟同学讨论讨论，在心里想一想。就是说，可见修止观呢，在佛陀教给我们的见解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没有它，三乘的一切功德都不能成办。所以我们能否对这一段得到定解呢？大家可以再好好看书思考一下。